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27章。西班牙營員。由於船身傾斜，桅杆幾乎完全倒在水面上，而我在桅杆頂端的下方就是海灣的水面。漢茲沒有爬那麼高，他離船身更近，所以他吊在了船舷和我之間。他在一片泡沫和鮮血中浮出水面一次，然後就永遠沉下去了。當水在他身上合攏時，我能看見他蜷縮在船身陰影下那片乾淨明亮的沙地上，一兩條魚飛快地從他身邊游過。有時，由於水流的波動，他看起來好像動了一下，仿佛想浮上來。但他已經死透了。儘管如此，他同時中了2槍又被淹死，就在他打算殺我的那個地方，成了魚的食物。當我完全意識到這一點時，開始感到不舒服，幾乎要暈倒，而且非常害怕。鮮血從我的胸前和後背熱乎乎地流下來。那把短劍插在我肩膀和桅杆連接的地方，感覺像一塊燒紅的烙鐵，灼燒着我。然而，最讓我痛苦的並非這些傷痛，因為我相信自己能毫無怨言地忍受它們。最糟糕的是，我對從桅杆頂端掉進那片平靜碧綠的水中的恐懼。舵手的屍體就躺在那。我雙手緊緊抓住桅杆，直到指甲都疼了。我閉上眼睛，好像這樣就能躲開危險似的。漸漸的，我的大腦恢復了平靜，我的脈搏也平穩下來，恢復了正常。我又一次感到自己能控制自己了。我首先想到的是拔出那把短剑，但是它插得太緊了，或者我力氣不夠，所以我帶着一陣劇烈的顫抖放棄了。奇怪的是，正是那陣顫抖完成了我沒能做到的事。事實上，那把刀只差一點就沒扎到我，它只是夾住了一小塊皮膚，所以那陣顫抖反而讓我擺脫了它。血當然流得更厲害了，但我又一次控制了自己，只是上衣和襯衫還被釘在桅杆上。我用力一拉，擺脫了它們，然後沿着右舷的支索向下爬，重新回到了甲板上。無論如何，儘管我心有餘悸，也絕不敢再冒險爬上左舷的支索，那裡懸在水面上。片刻之前，伊斯雷爾就是從那裡掉進海裡的。我下到船艙，盡力處理傷口，傷口很疼，而且還在大量流血，但它既不深也不危險，活動手臂時也不會感到劇烈的刺痛。然後我環顧四周，既然在某種意義上，這艘船現在是我的了，我開始考慮處理掉他最後一位乘客，死去的奧布萊恩。正如我說過的，他撞到了船舷上，像一個醜陋可怕的木偶一樣躺在那裡，大小和真人一樣，沒錯，但和活物的色彩與美好相比，又是多麼不同啊！以他所處的姿勢，處理他對我來說很容易，而且由於習慣了經歷悲慘的冒險，我對死人的恐懼已經蕩然無存。我像另一代麥夫一樣抓住他的腰，用力一推，把他扔出了船外。他落水時發出了巨大的水花聲，紅帽子從他頭上掉了下來，漂浮在水面上。當水花聲的餘音消失後，我能看見他和伊斯雷爾並排躺在那裡，兩人都隨着水波輕輕晃動。奧布萊恩雖然還年輕，卻已經完全禿頂了。他就那樣躺在那裡，光禿禿的頭靠在殺死他的人的膝蓋上，而魚兒在他們倆上方飛快地游動。現在船上只剩下我一個人了。潮水剛剛開始轉向，太陽快要落山了。西岸松樹的影子已經開始延伸到錨地的另一邊，在伊斯帕尼奧拉號的甲板上投下圖案。傍晚的微風已經吹起，雖然被東邊那座雙峰山擋住了，但它仍然使船上的繩索輕輕地哼唱着，而鬆弛的帆則來回搖擺，發出吱吱嘎嘎的響聲。我開始意識到這艘船有危險，便趕緊降下三角帆，
把它們扔在甲板上。但是主帆對我來說更難處理。當然，當帆船傾斜時，帆橫已經向外伸出，它的頂端和1-2英尺的帆都浸在水裡。我認為這更增加了危險，但是帆繃得太緊了，我不敢輕易動手。最後，我拿出刀，割斷了升帆索，帆橫末端立刻掉了下來，一大塊鬆散的帆布漂浮在水面上，而且無論我怎麼拉，都無法移動收帆索，這就是我所能做的一切了。至於剩下的，伊斯帕尼奧拉號只能聽天由命了，就像我一樣。那時，整個錨地都已陷入黑暗之中。我記得最後的陽光落在林間的一片空地上，穿透樹林，像寶石一樣閃耀在覆蓋着失事船隻殘骸的鮮花上。我開始感到寒冷，潮水迅速地向大海退去，帆船也越來越向一側傾斜。我爬到船頭，向外望去，水深似乎不大，於是我雙手抓住被割斷的錨索，作為最後的支撐點，輕輕地從船舷滑了下去。水只到我的腰部，沙灘很堅實，上面有小浪的痕跡。我興致勃勃地涉水走向海灘，把伊斯帕尼奧拉號留在了那裡。它側翻着，主帆攤開，漂浮在海灣的水面上。幾乎同時，太陽完全落下，微風在黃昏的黑暗中滴滴地吹過搖曳的松林。至少，我終於離開了大海，而且我並非空手而歸。伊斯帕尼奧拉號就在那裡，終於擺脫了海盜，準備讓我們自己人登船，重新揚帆起航。我最渴望的就是在柵欄那裡和同伴們會合，並向他們誇耀我的功績。我可能因為擅自逃跑而該受一頓好罵，但是重新奪回伊斯帕尼奧拉號將是一個有力的回答。我相信，即使是斯莫利特船長本人，也會承認我沒有浪費時間。我這樣想着，滿心歡喜，踏上了返回柵欄和同伴們的路。我記得流入基德船長錨地最北端的那條河，發源於我左邊那座雙峰山，我便朝那個方向走去，打算在河最窄的地方過河。森林相當開闊，我沿着山腳的低處走，很快就繞過了那座山的拐角。片刻之後，我就涉水過河了。水只到我的腳踝，這就是我跟你們說的那條河。這時我靠近了我遇到被流放的本竿的地方，我走得更加小心謹慎，警惕地向左右兩邊張望。四周幾乎一片漆黑。當我走出分隔兩座山峰的隘口時，我察覺到天空中有一絲閃爍的光芒。我判斷那是島上那個人在熊熊燃燒的篝火前準備晚餐的地方。然而，儘管如此，我內心深處還是忍不住納悶，他怎麼能如此不小心？因為，如果我能看見那光芒，希爾弗難道不能從他在沼澤邊緣的營地也看見嗎？漸漸地，夜色越來越濃，我只能盡力向我的目的地前進。我身後的雙峰山，以及我右邊的望遠鏡山，都已經變得模糊不清，幾乎看不見了。星星稀疏而暗淡，在我行走的低洼地帶，我時不時地被灌木叢絆倒，滾進沙坑裡。突然，我發現自己被一種光芒包圍了。我抬起頭，一束蒼白的月光剛剛落在望遠鏡山的山頂上。片刻之後，我看見一些寬闊而銀白的東西在樹後低低地移動。於是我知道，月亮剛剛升起來了。在月光的幫助下，我很快走完了剩下的路程。時而步行，時而奔跑，我急切地向碉堡靠近。然而，當我進入它前面的小樹林時，我的急切並沒有阻止我放慢腳步，格外小心。如果我被自己的同伴開槍打倒，我的冒險可就太糟糕了。月亮越升越高，它的光芒開始灑向各處，在森林比較開闊的地方形成寬闊的空地。就在我面前，從樹叢中，
升起一種不同顏色的光芒，紅色而熾熱，時不時地暗淡下去，仿佛是一堆篝火的餘燼。說實話，我不知道那可能是什麼。最後，我直接走到了空地的邊緣，空地的西端已經被月光照亮，其餘部分以及碉堡本身仍然籠罩在濃重的陰影之中，只是偶爾被細長的銀色光束劃破。在小屋的另一邊，一堆巨大的篝火已經燒盡，只剩下一些沒有火焰的餘燼，散發出穩定而紅色的光芒，與月光的柔和蒼白形成鮮明對比。沒有一個人在動，除了微風的聲音，聽不到任何其他聲音。我停了下來，心中充滿了疑問，也許還有一點恐懼。我們通常不生那麼大的篝火。事實上，遵照船長的命令，我們在木柴方面一直有些吝嗇，因此我開始擔心在我離開期間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。我悄悄地向東邊移動，躲在陰影裡，到達一個合適的地方。那裡的黑暗，如果可能的話更加濃重。我越過了柵欄，為了更加安全，我跪在地上，開始悄無聲息地向小屋的一個角落爬去。當我越來越靠近時，我感到心中一陣釋然。不能說那是一種悅耳的聲音，我自己也曾在其他時候經常抱怨它，但在那一刻，聽到我的朋友們如此響亮地睡着，對我來說就地倒，對我來說就像聽音樂一樣。海上夜間守衛那美好的一切安好的呼喊聲，從未像此刻這樣讓我安心。與此同時，有一件事是毫無疑問的，他們站崗的方式實在太糟糕了。如果現在爬向他們的是希爾弗和他的手下，那麼沒有一個人能再見到天日。我認為這種疏忽是船長受傷的結果。我再次嚴厲地責備自己，因為在如此危險的情況下拋棄了他們。他們人手太少，無法有效地站崗。那時，我已經到了門口，便站了起來。小屋裡一片漆黑，我的眼睛什麼也看不清。至於聲音，能聽到的是持續不斷的鼾聲，以及其他一些細小的聲音，一種顫動或啄食的聲音，我完全無法解釋其原因。我伸出雙臂，摸索着進入黑暗之中。我一邊想着，一邊暗自發笑。我可以躺在我的位置上，欣賞我的同伴們早上醒來時臉上露出的驚訝表情。當他們發現我在那裡時，我的腳踢到了一些讓開的東西，那是其中一個睡覺的人的腿。他翻了個身，發出一聲咕噥，但沒有醒來。然後，突然間，一個尖銳的聲音劃破了黑暗。西班牙銀元，西班牙銀元，西班牙銀元。就這樣，不停地重複着，像磨坊的卡踏聲一樣。希爾弗的綠鸚鵡，弗林特船長，就是他。我先前聽到他在啄食一塊樹皮。就是他，比任何人都更稱職的哨兵，用他那沉重的副歌宣告了我的到來。我沒有時間反應。聽到鸚鵡尖銳的叫聲，睡覺的人醒了過來，猛地跳了起來，同時伴隨着一聲響亮的咒罵。希爾弗的聲音喊道：“誰在那兒？”我轉過身，準備逃跑，猛地撞上一個人，後退一步，正好落入第二個人的懷裡，他則緊緊地抱住了我。拿個火把來，迪克，希爾弗在我被抓住後說道。其中一個人離開了木屋，片刻之後拿着一根點燃的火棍回來了。